这2年千万不要再乱花钱，现在赚钱越来越难，省着点花。人只有在最穷的时候才会对省钱有概念。钱永远是一个人最大的底气，不该买的就不要买了，尤其是这9个浪费钱的行为。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在你没钱的时候，绝对不应该浪费金钱在这9件事上。第一，不会还价。不少年轻人买东西时要价就买，觉得为了几块钱的优惠跟商家讨价还价，既麻烦又尴尬，担心被拒绝后场面难堪。但其实学会砍价，尤其在购买大件物品如二手房、车时，讲下价可能就直接省下几万块，这不比辛苦上班赚的那点工资强多了。砍价的诀窍不在于技巧，而在于要脸皮厚。比如在旅游景区，卖家敢开价300，你就问30卖不卖，就算被骂了也是好事。若卖家犹豫着答应，你反而会后悔怎么不再砍到5块。砍价时切忌问能不能便宜点，十有8九得到否定答复，岂不尴尬？正确的砍价流程分5步：问最低价，挑毛病，表诚意，画大饼，许以回头客，假装不要了。当然，并非所有情况都要讨价还价。买件衣服还个价得个9折，确实能省钱。但洗个头发如果死活只给9毛，服务质量肯定大打折扣，这就不划算了。给小费，多给点钱，也许反而能享受到物超所值的服务。所以买有形商品时尽量压价，购买无形服务时就别想占便宜了。第二，不会做饭。现在的年轻人图方便，天天点外卖或下馆子，殊不知自己买菜做饭要比在外面吃省钱多了。家里做饭成本基本等于食材价格，餐馆可不止食材钱，还得算上人工、房租和利润。老板从顾客身上多赚一点，那是必须的。一般来说，自己做饭比外食节省60%左右。虽然味道可能比不上大厨手艺，但健康程度绝对有保证。外面卖的更多是服务和环境，吃完擦擦嘴就走人了，在家可是处处都得自己动手。据美国一项研究发现，每周在外多吃1顿饭，患高血压风险就升高6%，而且年纪越大风险越高。长期外食的人普遍病多命短。不仅如此，近几十年餐饮业的食品分量越做越大，不知不觉让你多吃30%。2018年一份英国报告显示，1993到2013年的20年间，单人份的牧羊人派大小翻了一番，大蒜面包也大了30%。你是不是也发现外卖的饭菜一个人根本吃不完，剩饭剩菜扔了又怪可惜？研究表明，食物量增加1倍会导致食量平均增加35%，即便吃的人并不饿或是不爱吃的东西，也会不由自主地多吃。这正是整个餐饮业想方设法让你多花钢镚的理由。第三个，自动续费。自动续费这个套路，你中招了吗？一开始你只想体验一下短期会员待遇，却没想到默认勾选了自动续费，从此收费就没停过。即使删了 App， 自动扣费依然进行。有新闻评论指出，自动续费使很多人掉进消费陷阱，用户不同意就没法继续使用，这简直是强买强卖。人性本就贪婪，我们总喜欢注册各种免费试用，却又常常忘了在到期前取消，这些费用就莫名其妙进了自动转账，有时候甚至为你根本不用的东西付了钱，自己还不知道。其实绝大多数商家都在想方设法让你开通自动续费，因为这样能培养用户习惯，提高产品粘性，同时利用人的惰性和记性，赌你不会去取消，长期赚你的钱。那商家到底怎么才能最大化放大你的惰性，让你忘了去关自动续费呢？第一招，先发制人，直接把自动续费选项放到普通付费前面。第二招，笑里藏刀，用免费试用诱惑你上钩。第三招，浑水摸鱼，首次优惠信息放得大大的，续费原价写得小小的。第四招，瞒天过海，自动订阅条款藏得深，扣款提示也不显眼，你就懵懵懂懂交了钱。当然，最阴的还是把关闭自动订阅的选项给藏起来，最好别放在 App 里，让你想退订都找半天。就说某拍照软件曝光出来订阅服务只给连续包年、包季和包月3个选项，就是不让你选普通按月付费，还搞个7天免费试用，诱惑你去点，一过期就给你自动续3个月，
压根没通知。很显然，商家在自动订阅这条路上是神通广大，36G 都用上了。就算你记性好，不怕麻烦，按照攻略想退订也没那么容易。所以啊，一定要养成每月看手机账单和信用卡账单的习惯，仔细核对，发现没用的项目赶紧取消，省得花冤枉钱。要是通话时长、上网流量老剩，不如换个便宜套餐，多花点时间研究运营商的资费方案，按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最划算的。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第4个，盲目投资。除了防范商家的套路，还要警惕亏损之王盲目投资。平常乱花钱消费还不至于让你返贫，但一旦盲目投资，分分钟让你血本无归。不少人一有几万块闲钱就手痒，想赶紧把钱投出去，不是一股脑扔股市，就是听信什么高回报项目，指望钱快速生钱。我劝你，但凡号称投资回报率超10%的，都得慎之又慎。你盯着人家高利息，人家盯着你本金呢。盲目投资是让财富瞬间灰飞烟灭的头号杀手。你把钱交出去，这是合情合法，哪天钱没了，就是你气得报警说被骗50万，警察也得跟你说 sorry， 这叫合法转移你财富，不叫诈骗。在股市里这事就更常见了，简直就是资本家和散户韭菜的豪赌对决。巴菲特说过，最大风险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股神警告过大家，别去投资你搞不懂的企业。2种人最容易在投资中翻车，一是盲目跟风，虽然运气好的确实有人赚得盆满钵满，但你要是后知后觉的去跟，那就惨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07年牛市末期进场的散户，大部分都被套牢，被血洗。二是啥也不懂瞎投资，连最基本的财务知识和投资原理都不明白，失败其实是必然的。求你千万别相信什么一夜暴富的神话，资本市场永远只会着重宣传成功案例，亏损的人你是看不到的，这就是幸存者偏差。俗话说胜者为王，但想赢真没那么容易。不学无术就盲目投资，跟赌博没啥区别。你要对投资一窍不通，干脆把钱存定期或放个更保守的地方，别拿辛苦血汗钱冒险，更别指望靠运气一夜翻身发大财。盲目投资的本质就是在进行一项投资前没有做好应有的功课，有的人甚至连最基本的财务数据和投资原理都搞不清楚就冲动出手了，这样做当然很容易血本无归。千万不要相信市面上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这里面往往存在幸存者偏差，赚钱的例子到处宣扬，亏钱的人却先有提及。你以为暴富的机会遍地都是，殊不知那基本上不可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就算你哪次赌对了，赚了一票，只要你不懂得适时收手，终有一天还是会输回去的。不学习就盲目投资，跟赌博真的没什么两样。我们一定要在投资中纠正这种想法。如果你目前对投资还一无所知，最好还是先把钱放在银行定存或其他相对安全的理财渠道，不要妄想靠自己的实力去证明投资赚钱靠的就是运气。第5，不照顾牙齿。除了警惕盲目投资，我们还要重视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吞金兽——牙齿。研究显示，在我们100个人里，有97人都或多或少存在口腔问题。如果把看牙医比作购物，牙齿刚有个小黑洞，就相当于少了支昂贵的口红。牙齿一旦怕冷、怕酸，就等于损失了部价值不菲的手机。等到细菌开始侵入牙髓，伤害牙神经，疼得你彻夜难眠时，这就相当于丢了台电脑。最惨的是，一旦牙齿全坏死了，只能拔掉，这就是跟牙齿说再见了。而种植新牙的费用那么贵，1个月工资都未必够，可能需要你辛苦工作好几个月。其实只要日常做好几个小习惯，就能省下一大笔看牙钱。首先是早晚刷牙，用80刷牙法轻柔的小幅度刷，每次至少刷够3分钟，不要大力横扫，这样才能避免牙齿受损。其次是每天用牙线或牙缝刷清理牙缝，因为就算刷再勤，牙刷的刷毛也很难深入牙缝死角，久而久之容易滋生细菌。反倒是不要用牙签剔牙了，牙签会把牙缝越撑越大，还可能戳伤牙龈。
再有就是饭后尽量要刷牙漱口，把残留在口腔里的食物残渣及时清理干净，这样蛀牙的概率就会大幅降低。还要避免用牙齿去咬硬物，比如别用门牙开瓶盖，也不要用臼齿嚼骨头之类，这些都很容易造成牙齿损伤。最后一定要定期去做口腔检查，最好每半年到1年洗一次牙，清理牙结石，预防牙周病。只有认真呵护牙齿健康，才能少花冤枉钱。著名牙科专家指出，清洁口腔主要靠的还是刷牙，而刷牙效果的好坏30%靠牙膏，70%靠牙刷。电动牙刷的清洁效率和效果都要优于普通牙刷，刷2分钟的电动牙刷相当于手动刷牙5分钟。20年来的27项研究表明，使用电动牙刷3个月后，牙菌斑可减少21%，牙龈炎患病率能降低11%。所以只要家里经济条件还 OK， 不妨考虑入手一支电动牙刷，也算是对牙齿健康的一种投资了。第6，借钱。人生在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有时候我们会为了帮助他人而借钱给别人，但最后却落得人财两空的下场。这就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不要把钱借给别人，否则你会人财两空；也不要向别人借钱，借来的钱会使你忘了勤俭。现实生活中有太多借钱不还的人了，他们借钱的行为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借钱，而是一种骗钱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的成本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没有成本。因为像这种事情，你去报警是没有用的，一般都会被认定为是经济纠纷，不予以立案。如果你去起诉的话，那会非常的麻烦，而且也不一定有实质性的作用。更可悲的是，很多借钱给别人的人连对方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都不知道了，到后来人也联系不上，找不到。为什么很多人宁愿跟熟人借，也不愿意跟银行借或者小贷公司借呢？因为跟这些机构借，那是真的要必须还的，银行还可以起诉他，让他坐牢都有可能。唯有普通人奈何不了他。找你借钱的人，生活可能过得比你滋润。你见谁家吃不饱穿不暖的，你为什么还借他钱？你信不信你到他家去，他的生活品质比你高得多。有些人花钱的欲望大过了他赚钱的能力，这种人绝对不靠谱。帮他就是在给自己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当这种人来找你借钱的时候，要么你就不借，在当下给他撕破脸，要么你借了他以后，你就不打算问他要了，你不要指望他还，他不会还你的。有朝一日，只要你一开口去找他要钱，那就是你们俩撕破脸的时候。他比个普通人可仇恨你多了，他希望你好，但不希望你比他好。尤其是你帮助过的人，不一定感谢你，有可能是撕咬你最狠的那个。他们身上都有个特点，高不成低不就，什么事在他眼里都是小活，只能赚小钱，就天天想着一夜暴富干大事。不要轻易借钱给任何人，占着借出去的钱，跪着也要不回来。看透人性的商人说，无论借钱给谁，你都等于掏钱买了个敌人。遇到借钱还能对你心存感激，且知道欠你一份人情的聪明人实在太少了。不要做感情与金钱皆失的笨蛋。第7，请人吃饭。在现今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人脉和社交，即使自己没钱或者在公司还没有混得很开，也要经常主动去请同事、领导吃饭。但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人家也不会记得你的好，甚至还可能给人留下负面的印象。有的人爱请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吃饭，感觉既拉近了感情，还显得自己有面子。但他们不知道，即使请的次数再多，都不可能融入一个圈子。不要去讨好富人，人家压根就不缺一顿饭，除非你有利用价值，否则根本行不通。在这个睁眼就需要钱的时代，努力搞钱才是王道。毕竟医院可能会救个坏人，但是不会去救一个穷人，这就是现实。大多时候，你能请来的大都是同一阶层的人，这个请客没意义。这些人能提供给你的帮助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你们的见识、阅历、能力都相差不会太多。人们不会因为你请吃饭而和你关系更好。那种真正能为你提供帮助、全心全意助你一臂之力的交情，需要你长久的经营，长期的投入时间、精力和感情，
这样这种交情才是有意义的，才是能帮到你的。所以社会地位低的时候，不要过多地请客吃饭，因为那些没有用。其实想要改变命运，攀升社会阶层，人脉这些东西不过是个附属品，真正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你自己的能力、见识、认知水平，这些能确保你成功的下限。而人脉这些东西会拓展你的上限，但那个下限才是真正决定你过得怎么样的标准。所以踏踏实实的工作，认真的提升自己，等你变得具有社交价值的时候，别人自然会来找你。如果真的需要请客吃饭，不要一请就是一大群人，这样一个朋友都交不到，白白浪费时间和金钱。因为人多了，就变成不是你的人情了。所以每次只请一个人吃饭，这样别人才会跟你交心，也才会记得你对他的好。第8，大肆祭拜。清明节是中国传统的祭祀节日，人们通过烧纸钱、祭拜祖先来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和敬意。但近年来，一些纸扎祭品的形式越来越夸张，甚至出现了坦克、医生、高尔夫球场、伟哥、安全套等令人瞠目结舌的纸扎品。这不禁让人思考，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吗？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清明烧纸千万张，不如生前一碗汤。爹娘在时你不孝，坟前哭喊没必要。你用孝心对活着的父母，你做到了后仰。你把老人葬在哪里，哪里的风水都好。燃烧纸钱的意义是担心想念的人在那头受穷吃苦，因为生前实在是过得太穷、太累、太苦了，没有享受过一天的福。明知道他吃不到也喝不到，可每次上坟都要带上他生前最爱吃的零食、糕点，似乎这样我们的心里能好受一些。生前无法尽孝，走后也只能这样弥补心里的遗憾和愧疚了。正所谓千里烧香拜佛堂，不如在家孝爹娘。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多回家看看他们，陪伴他们。生前不孝顺，死后烧再多也是等于零。有一些人每年清明都会给自己烧点纸钱，说是提前给自己存点钱，免得到下面的时候手头紧，输在起跑线上了。没想到下辈子都已经内卷到这种程度了。试想想，假如要是鬼用纸钱的话，西方人没有烧纸钱的，是不是那些鬼都变成穷鬼了，都没有钱用了？除了冥币之外，大家想送的还有更多。有媒体报道过，临近清明时，不仅纸扎医生、高尔夫球场应有尽有，甚至连纸扎伟哥、纸扎安全套也有售卖。有些人一边烧纸钱，一边仔细想，一次性给阴间送这么多钱，特别是冥币的面值越来越大，会不会导致地下通货膨胀？实际上，与其担心祖宗因为通货膨胀没实现财富自由，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阳间的通货膨胀。每一次清明节、生祭、死祭都要大肆祭拜，负担并不轻。我们要理智想想，这些真的是他们需要的，还是我们一厢情愿想要买给他们的？烧纸钱这件事已经刻在了华人的 DNA 里，就像电影《寻梦环游记》里说的，死亡不是永别，忘记才是。在清明，好好思念他们，才是他们最想要的。我们燃烧的不是纸，是对亲人的思念，是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是对亲人的不舍，也是我们的一点精神寄托。所以适当的烧纸钱张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烧纸，可以到坟头叩几个头，上一支香，不需要太隆重。他们也不希望我们为了他们太浪费铺张。第9，养宠物。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养宠物也不肯生小孩，对自己抠抠搜搜，生病都不敢去医院，但给猫猫狗狗花起钱来那是绝对不手软。数据显示，养宠物的人比不养宠物的人一年多花好几万。当代年轻人收入不稳定，连自己都养不好，哪有底气养小孩？数据显示，养孩子到18岁平均成本近7万美金，养到大学毕业近9万美金，养孩子成本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人加入了养宠大军，不需要花过多的心思，还能享受到宠物带来的情绪价值，甚至萌生了和宠物过一辈子的想法。这种趋势也促进了宠物经济以飞快的速度崛起。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孩子才是四腿吞金兽，
其实宠物也是迷你版的吞金兽。就拿养猫来说，除了每个月一包几百块的进口猫粮，天天还要猫条、猫草、猫砂、猫罐头、小鱼干、深海鱼油、维生素、猫的各种小玩具等等，还要整个猫房。这还没算日常护理、疫苗、生病支出等等，每月的养宠基本开销就占据了大部分年轻人工资的1/4。但面对这么高昂的养护费用，铲屎官们依旧心甘情愿地为其买单，真是应了那句话：千金难买我愿意。他们说养条狗跟养个孩子一样，费神、费钱和费力，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你以为只是买条狗而已，谁知道他们还没到家，狗笼、狗窝、狗粮、狗盆、狗绳先到家了。到家后才发现，这些远远不够的奶粉、鱼油、钙片、维生素、衣服、裙子、剪毛刀、沐浴露、护毛素、爆毛粉和益生菌，你以为这些就够了？不，还需要粘毛器、吸尘器、空气清新剂、营养膏、磨牙棒、火腿肠等各种零食，还要打疫苗、做绝育、看医生等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只要是跟宠物挂上边的东西，它就是贵上几倍。有些人会发现，只有第一天宠物来到你家时给你带来了快乐和开心，但越往后它让你越焦虑，让你越穷困潦倒。所以在你养宠物前，请依据你的经济状况来慎重考虑，它们可不是个毛绒玩具，它们也是一个个的鲜活生命，需要吃喝拉撒，都需要花钱的。没用的节俭，你见过最没用的节俭是什么？一些网友说，我爸为了省电费关了 WiFi， 结果手机流量用超过了200多。现在想想，这200块钱都够开几个月的 WiFi 了。有一次我们搬家公司说要250，舍不得，后来请朋友帮忙，结果最后请吃饭花了400多，到现在还觉得欠别人一个人情。和朋友开车去商场逛街，商场停车费要3块钱1个小时，觉得太贵，就停在靠商场的路边了，逛了3个小时，回来后发现被罚了100。现在想想，就算停在停车场3个小时，才需要10块钱。为了省钱，走路回家，天气太热，所以去店里买了很多雪糕，但怕雪糕融化，最后还是打车回家了，还买了一堆雪糕和流了一身汗。水果先从坏的吃完了以后，新鲜的也坏了，然后又开始吃坏的，一直恶性循环，就没吃过好的。食品过期了，舍不得扔，结果吃坏了身体，又把自己送进医院了。舍不得花的钱会以另一种方式花掉，而且还会花得更多。所以要理智花钱，更要理智省钱。关注我，我是才知道，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